过期的牛奶堪称养花圈里的液体黄金，最近关于它的隐藏用法被泄露，大家赶快跟着一步一步做，会让你养的花根粗壮茎粗壮，新芽呼呼冒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跟我一起了解一下过期牛奶的正确使用方法。首先，在介绍正确的使用方法前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过期牛奶能让花多长新芽，长得壮。订阅花花的频道，你将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精彩内容哦。牛奶养花的原理，牛奶中含有大概100多种营养物质，其中自然包括氮元素、磷元素、钾元素，这3种元素是植物生长的基本，其中氮元素对应的是植物的枝茎和叶子，磷钾元素则能促进植物开花与结果。虽然平时我们养护时都已经把氮磷钾元素补充了，但花跟人一样，药疗不如食疗，而且食疗副作用小，所以利用牛奶补充这些元素，远比买的肥料效果好。但除了这些基本的元素外，还有另外一些微量元素也是养花不能缺少的，否则花卉就会出现一些怪现象。比如说，富贵竹缺铁就会发黄，茉莉花缺酸就会黄叶落叶，而牛奶中这些元素都很丰富。除此之外，牛奶中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，这个镁元素对于植物来说格外重要，因为它是植物光合作用所必须的，所以说使用牛奶养花不单单是肥料的作用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功效。了解了牛奶养花确实有道理，并非噱头之外，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牛奶养花的具体做法。牛奶养花的步骤： 1. 发酵。牛奶养花不单单是冰箱里面过期的可以使用，没喝完剩下的，以及喝完的牛奶瓶里面残留的，都可以加点清水晃一晃，倒出来备用。原材料准备完之后，我们就要给牛奶发酵。先找到一个大的带盖子的可乐瓶，然后把牛奶倒进去，这里要注意不要倒满，上面可以留出来1/5或者1/6的空间，因为发酵后会有所膨胀，所以不能装得过满。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盖子不需要拧紧，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过度膨胀引发危险，即使不拧紧盖子的话，也要每隔1个星期给瓶子放气。而发酵的时间，每个人的环境不同，所需要的时间也不相同，有的人是1个月，有的人是2个星期，那要怎么样才知道发酵是否完成，可以使用了呢？方法就是通过闻气味。每次给瓶子放气时，如果是有一些异味，那么证明还没有发酵完成，等到没有任何味道的时候，就是完全发酵好了，这样状态的牛奶水养花才是安全的。如果你对异味比较敏感的话，可以在发酵时放入一些橘子皮或者柚子皮，能有效抑制异味的产生。除此之外，发酵时放入一些红糖，会加速发酵的过程，如果想要快速使用的花友，可以使用这个方法。2. 养花。发酵完成的牛奶有上下2层，其中上层的青叶可以用来浇花，虽然发酵完成了，但并不推荐直接浇花，需要兑水稀释后使用。如果花卉或者绿植比较大的话，可以稀释10倍，比如大颗的虎尾兰、蝴蝶兰、米兰、杜鹃花或者栀子花等。但如果花还比较小，或者花本身就是小型花卉的话，可以稀释20倍，比如多肉植物。说完上层的水，再来说说下层的物质。下层的这些浑浊物质可以作为花肥使用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在花盆里面挖一个小洞，然后把下层的物质放进去，然后再用土盖好，这样根系就能吸收到营养物质，就会越长越壮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3. 注意事项。牛奶水虽好，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，否则就会出现招虫、发臭或者烧根等情况出现，比如下面5点就一定要注意。1. 未发酵就使用，这种方法不但会出现异味、小虫子，而且还会烧根，可以说用一盆死一盆，非常可怕。2. 发酵后的牛奶水用来浇花，不要浇到或者喷到植物的叶片上，以免叶面残留过多的有机物质，引发病虫害。3. 用来浇花的话，不要频繁使用，大概1个月用一次比较安全。当然，炎热的夏天本身就不需要施肥，夏季要停止使用。4. 并非所有植物都喜欢牛奶水，所以使用时要注意，喜酸的植物才可以使用，否则就酿成大祸了。通常喜酸的有虎尾兰、蝴蝶兰、多肉类，
栀子花、茉莉花、龟背竹、发财树、君子兰、玫瑰花、长寿花、沙漠玫瑰等。5. 使用过牛奶水后，要及时观察植物的反应，如果发现叶片出现异常变化，比如黄化、枯萎等，应立即停止使用牛奶水，并彻底清洗土壤，以防止植物受损。其实牛奶水除了可以用来浇花外，还有防虫、杀菌等很多隐藏功效，特别是对付那些小虫子有很好的效果。下面就说说牛奶的其他作用。牛奶的其他作用：1. 消毒剂。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说法，牛奶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消毒剂的东西，常用于温室工具消毒，来避免手动传播病毒。消毒时可以把工具泡在牛奶里，可以有效阻止很多西红柿的疾病传播，比如长江烟草花叶病毒。而且牛奶消毒的工具也不容易被腐蚀或生锈。当然，用牛奶消毒比较昂贵，要根据自己经济情况权衡一下。2. 作为杀菌剂。牛奶可以对抗很多真菌疾病，比如常见的霉菌、叶腐病和白粉病。比如玫瑰花感染了白粉病，就可以用牛奶兑水来清除，兑水比例参照1:5。除此之外，月季花的叶片很容易感染黑斑病，尤其是在闷热潮湿的夏季，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牛奶兑水来喷洒。牛奶之所以能对付黑斑病，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乳铁蛋白，这个叫乳铁蛋白的东西是一种有效的杀菌剂，对付黑斑病非常好用。3. 防止花后腐烂。西红柿科植物中很容易发生开花腐烂的问题，这主要是因为土壤中缺少钙元素所导致的。遇到这样的困扰，我们就可以用牛奶水来解决，用牛奶水喷洒，补充了钙元素以后，就会解决烂花的问题。这种情况在番茄或者辣椒里面比较常见。4. 除虫害。有研究表明，牛奶对于防止蚜虫、蜘蛛、蓟马、介壳虫等效果很好，特别是室内养花的情况，因为通风不好，所以一不小心就会生虫害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牛奶涂抹在虫子密集的地方，几天过后，虫子就会大面积减少。喜欢花花介绍的内容的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下面介绍，除了过期牛奶外，另外3种沸水对养花也有神奇的功效，希望对于不喜欢牛奶的花友有所帮助。3种沸水养花。1. 豆浆水。很多人喜欢自己在家做豆浆，豆浆剩下的豆渣可千万不要丢，用来养花可是一个难得的宝贝。因为黄豆渣里面含有很丰富的有机物质和营养成分，很多养花高手就算不喝豆浆，也都自己制作豆饼肥或者黄豆水。因为它确实太好用了，不仅可以让叶片长得快，长得油绿外，还能让茎秆长得粗壮。而且板结的土壤加入豆浆水之后，也会变得像面包一样松软。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兑水稀释使用，比例参照1:10，否则肥效太大，容易烧根。2. 果皮水。吃剩下的各种蔬菜、瓜果皮，也可以通过发酵的方式制作成肥水使用。因为发酵的果皮水是酸性，这对大多数南方的植物来说非常必要。当然，不仅是养花，种植蔬菜的人也可以使用果皮水，因为发酵后的果皮水是天然的生根剂，能让根系更加发达，根都养好了，养花也好，养绿植也好，想想不好也比较难吧。果皮水的异味偏重，如果在意味道的话，可以只放柑橘类的水果皮。3. 鱼鳞鱼肠水。处理鱼的鱼鳞、鱼的内脏以及鱼骨头等，可以放在大桶中发酵，也是养花非常好的肥料。虽然这种沤制的肥水异味儿比较大，但是用来浇花效果却是惊人棒。因为鱼鳞和鱼肠中含有丰富的磷元素，发酵之后使用，可以给植物补充磷元素，不但可以促进花卉的开花，还会让花朵开得多，开得艳丽。特别是对于露天养护的一些月季、铁线莲、绣球之类的，浇花时用点鱼鳞鱼肠水，花开得格外大，格外耀眼，从此就不用再买肥料了。但鱼鳞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它发酵时异味比较大，室内养花的花友轻易不要尝试，有室外空间的花友可以尝试一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关于过期牛奶的使用，希望帮助到你。有其他补充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花花也想多多学习一下。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，
喜欢这类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同时也谢谢粉丝一直的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